第一课，应对人生挑战。你今天好像有点心不在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哦，只是工作和家庭方面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最近实在有点忙不过来。我明白，兼顾两者确实很有挑战性。确实如此，有时候我感觉自己被很多事情牵扯着。你有没有机会和别人讨论过这些问题？我和几个朋友谈过了，但我仍然感到不知所措。分享感受会有所帮助，但这并不总是足够的。没错，我真希望有个魔法办法能让一切都变得更容易。如果人生能附带一本使用手册就好了，对吧？那真是太方便了。你呢？你遇到过类似的挑战吗？是的，最近工作很忙，这给陪伴家人的时间增加了压力。听起来很艰难，你是如何应对压力的？我尽量分清轻重缓急，并设定界限，这有点帮助。这是个明智的做法，我也需要记住要设定界限。保持平衡至关重要。你有没有找到什么特别有效的策略？一天中穿插一些短暂的休息，有助于我清醒头脑。我应该试试，休息一下就能有很大的不同。确实可以。另外，需要帮助时不要犹豫，一定要寻求帮助。你说的对，有时候我们试图独自完成所有事情。记住，你并不孤单，我会支持你。谢谢，知道有人可以依靠，真是让人安心。我们携手可以克服这些挑战，找到解决办法。第二课，尊重的重要性。参加葬礼被认为是一种尊重的表现，不是吗？是的，的确如此，这体现了我们对生命的珍视。许多人常常会远道而来参加葬礼。说的太对了，这充分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一直很钦佩这种奉献精神，它体现了深厚的感情和忠诚。的确如此，葬礼能让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共同分担悲痛。他们也为庆祝逝者的一生提供了一个场所，不是吗？当然，分享故事可以给正在哀悼的人带来慰藉。你是否参加过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葬礼？是的，我参加了祖母的葬礼，那是一场令人动容、难以忘怀的葬礼。我能想象，葬礼常常提醒我们家庭的重要性。没错，他们让我们因共同的悲痛和对逝者的爱而团结在一起。风俗习惯的差异真是令人感到有趣。是的，有些文化以热闹的仪式庆祝生命，而有些文化则比较低调。无论形式如何，本质都是一样的，表达尊重。的确如此，我们以实际行动来缅怀逝者，
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。他有力地提醒我们，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对许多人产生影响。确实如此，他鼓励我们珍惜当下拥有的各种关系。仅以此缅怀逝者，并互相扶持。第3课，构建更安全的未来。为这一代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他们值得拥有一个更安全的世界。然而，我担心对于这一代人来说，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让人感到不安全。没错，我们今天面临着诸多挑战。从气候变化到社会问题，各种问题似乎层出不穷。是的，我们有责任为子孙后代解决这些问题。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的第一步是什么？我认为教育至关重要，知识能够带来改变。当然，对青少年进行安全意识和责任感教育至关重要。我们还必须在他们之间弘扬友善和同理心。善举可以产生涟漪效应，鼓励他人效仿。的确如此，互助互爱的文化能够营造更安全的社区。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社区里有什么积极的变化？是的，邻里守望组织的数量有所增加。这真是令人鼓舞，人们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彼此。社区参与至关重要，它能让每个人都感到彼此联系更紧密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就能共创更美好的未来。是的，每一个小小的努力都至关重要。你会给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什么建议？我建议从身边做起，小小的行动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。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，关键在于迈出第一步。我们携手并进，就能激励更多人加入我们的这项使命。为了给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。第4课，揭开我们的面具。有趣的是，有时候我们的朋友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。没错，万圣节是探索我们自身不同面向的绝佳时机。当然，我们戴上面具，穿上戏服，展现我们个性的一部分。人们以创造性的方式表达自我，这真是令人着迷。是的，但这同时也让我思考，我们是如何躲在日常角色背后。我明白，我们常常感到压力，要符合别人的期望。没错，万圣节让我们得以挣脱这些束缚。当然，万圣节最棒的部分就是糖果啦。哦，我完全同意，收集糖果的乐趣是无与伦比的。它唤起了我童年时期许多快乐的回忆。我记得当时我挨家挨户的跑，急切的想把袋子装满。没错，和朋友交换糖果总是最令人开心的事情之一。你最喜欢收到哪种糖果？
我超爱巧克力棒，尤其是焦糖口味的。真好吃，我一直都很喜欢小熊软糖。软糖熊是经典零食，它们能增添有趣的嚼劲。万圣节真正将糖果的快乐与装扮的刺激结合在一起。没错，这是一个颂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机会。或许我们明年应该自己组织一次万圣节聚会。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我们可以举办一个服装比赛。我太喜欢了，这会是让朋友们聚在一起的好方法。我们可以确保到最后每个人都能更好地了解彼此。让我们一起庆祝万圣节，发掘真正的自我。第5课，零食谈话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有多少种零食可供选择？当然有 Tostitos、Cheetos 和 Fritos 只是其中几种比较受欢迎的选择。是的，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魅力。我喜欢把玉米片蘸沙沙酱吃，它们简直是绝配。听起来真好吃。我个人很喜欢奇多，因为它奶酪味浓郁，口感酥脆。奇多是经典零食，很难让人抗拒。你知道吗？菲多利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为 28%。真是令人印象深刻，他们无疑在零食行业占据主导地位。他们是如何保持领先地位的？这真是令人着迷。他们丰富的产品种类必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。没错，他们迎合世界各地不同的口味和偏好。他们丰富的产品种类必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。没错，他们迎合世界各地不同的口味和偏好。多利多滋太棒了，我喜欢他们提供的浓郁口味。你有没有试过把不同的零食混在一起吃？我吃过 Tostitos 和 Cheetos 混合在一起吃，味道出奇的好。听起来是个很有趣的组合，我应该找个时间试试。你一定要试试，简直是味蕾的盛宴。零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让任何聚会都更加愉快。当然，没有各种各样的零食，派对还能叫派对吗？让我们一起享用零食，共度美好时光吧。第6课，探索新地方。我有个主意，不如去附近迷人的海滨小镇逛逛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喜欢沿海小镇，它们有一种独特的魅力。当然，清新的海风令人精神焕发，景色也美不胜收。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风景如画的街道，街道两旁是色彩缤纷的房屋。是的，而且通常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小店和当地市场可以逛逛。我喜欢逛当地市场，那里能淘到很多独特的宝贝。没错，而且新鲜海鲜是沿海城镇的必备佳肴。
我期待品尝一些当地美食，有什么推荐吗？我听说那个镇上的蛤蜊浓汤非常美味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无法抗拒一碗美味的蛤蜊浓汤。之后，我们一定要去海滩散散步。饭后散步是完美的结束方式。想象一下，一边散步一边欣赏海上的日落，那该有多美啊！我喜欢日落的色彩。别忘了还可以拍些照片哦。哦，我一定要把这些时刻记录下来。就这么定了，我们将迎来充满探索和放松的一天。我等不及了，听起来像是一次完美的冒险。愿您探索新地方，创造美好回忆。第7课，旅行偏好。我一直在考虑我们下一次的假期，这两个听起来都很棒。是的，选择太多了。您喜欢活力四射的旅行，还是轻松惬意的旅行？我喜欢积极的旅行方式，徒步旅行和探索新地方让我兴奋不已。太棒了！积极的旅行方式能让人精神焕发。没错，登上山顶确实会带来一种成就感。我同意，不过我也很喜欢轻松休闲的旅行。真的吗？你喜欢他们什么呢？轻松的旅行让我可以放松身心，恢复活力。慢节奏的生活真好。说的有道理，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从忙碌中抽身休息一下。没错，带上一本好书去海滩度假，听起来简直完美。啊，海滩，我能理解它的魅力所在。沙滩、阳光和放松。没错，但我同样喜欢悠闲的探索当地文化。无论节奏快慢，文化体验都能丰富人们的生活。没错，不如把两种旅行方式结合起来。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既能体验一点冒险，又能放松一下。没错，我们可以花几天时间徒步旅行，然后在度假村放松一下。那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我赞成。太好了，我们这就开始计划我们的梦想之旅吧。祝愿您拥有精彩刺激的冒险之旅和宁静祥和的假期。第8课，冒险计划。我觉得一起去探索一些新地方是个好主意。我完全同意，记得记下地点，以备将来参考。这是个好建议，我会记笔记，记住每个地点。如果不把细节写下来，很容易忘记它们。没错，我不想错过重游我们喜欢的地方的机会。此外，它还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规划下一次的探险之旅。你有没有去过附近那家迷人的小面包店？我还没有，但我听说他们家的糕点非常棒。我们绝对应该
把它列入探索清单。是的，我已经能想象到面包房里飘出的诱人香气了。我们可以带些零食去郊游。听起来太棒了，吃点零食总能让体验更完美。你觉得我们还应该记下哪些地方？我一直很想去参观一家美术馆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我喜欢发掘本土艺术家。我也是，这真是欣赏我们社区创造力的好方法。我会把它加到清单里。户外活动呢？我们可以去植物园看看，这个季节的植物园非常漂亮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大自然总能使人精神焕发。我对这些计划感到非常兴奋，这将是一次精彩的冒险。让我们一起探索新地方，创造美好回忆。第9课，社交媒体时刻。嘿，你看到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了吗？我拍了，照片太棒了。是在哪里拍的？他们当时在市中心参观新开的艺术展，展览非常精彩。我听说那个展览很棒，你最喜欢哪件展品？那里有一幅令人惊艳的壁画，深深吸引了我。听起来真美，我喜欢壁画，它们能为一个地方增添很多特色。当然，我拍了一些特写镜头来突出细节。我注意到了，你的摄影技术越来越好了。谢谢，我正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。你觉得我应该多发些作品吗？当然，你的照片激励着其他人去探索新的地方。非常感谢，和朋友分享经历真的很有趣。你还拍到了什么？我还拍了一张色彩鲜艳、造型奇特的装置照片。我看到了，简直像梦境一样。对吧？它让我感觉自己又像个孩子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。那些都是最美好的时刻，艺术总能给人带来快乐。我同意，我希望看到我的照片后，会有更多人来参观展览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的，你的热情很有感染力。谢谢，下次我们或许可以一起去。听起来是个很棒的计划，我很想和你一起体验。让我们一起创造更多难忘的回忆吧。第10课，住宿规划。我有个好消息，我在市中心附近找到了一家舒适的青年旅社。听起来很棒，在我们的预算范围内吗？是的，价格出乎意料的实惠，我很满意。太好了，住在市中心附近会让出行游览方便很多。没错，从那里我们可以步行去很多景点。
我喜欢沉浸在当地文化中的想法。而且，青年旅社通常能提供结识其他旅行者的机会。没错，这确实能引发一些有趣的对话。你以前住过青年旅社吗？我去过，那是一次很有趣的经历，我还认识了一些很棒的人。我非常期待。这家旅社提供哪些设施？我相信他们有免费 WiFi 和公用厨房。公用厨房太棒了，我们可以自己做饭，省钱。是的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尝试当地食材，一起烹饪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喜欢和朋友一起做饭。这将是一次冒险。你看过评价了吗？我看了，评价大多是正面的，这让我很放心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，这让我们安心多了。我觉得这次旅行将会非常难忘。我同意，祝愿旅途愉快，体验精彩。好，让我们敲定计划，好好利用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吧。第11课，规划旅程。我觉得这个旅行计划听起来相当合理。我同意，我很期待探索新的地方。到达目的地通常需要多长时间？乘火车通常需要大约2个小时。那不算太长，坐火车其实挺愉快的。当然，这让我们有机会欣赏沿途的风景。你更喜欢坐火车还是开车？是的，坐火车让我可以放松身心，欣赏沿途风景，而不用担心交通拥堵。没错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在车上聊天吃零食。说到零食，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以备旅途之需。好主意，我会带些三明治和水果。我会带些饼干，它们总是很受欢迎。太好了，我们计划几点出发？如果我们赶上早上的火车，就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去游览。我喜欢这个计划，早期的冒险往往是最棒的。是的，而且我们还可以避开下午的人潮。我等不及了，这次旅行一定会充满乐趣。没错，祝愿我们开启新的冒险之旅，创造美好的回忆。是的，让我们准备迎接一段难忘的旅程吧。第12课，理解数字通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数字时代，沟通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当然，我们现在的联系方式真是太神奇了，尤其是通过网络新闻组和电子邮件交流。没错，有3种主要的沟通方式。这些类型有哪些？第一种是同步通信，参与者实时互动。这很有道理。
例如视频通话和在线聊天。没错，它及时有效，可以立即获得反馈。第二种类型呢？第二种是异步通信，它不需要同时参与。喜欢电子邮件和论坛帖子吗？这样人们就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回复。没错，这给了人们时间思考和组织他们的回答。这尤其对于复杂议题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没错，你觉得第三种类型是什么？我认为它是混合通信，结合了同步和异步两种通信方式。没错，这包括那些消息可以在不同时间发送和接收，但仍然允许实时互动的平台。真有意思，它提供了灵活性，这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中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了解这些类型可以提升我们的沟通技巧。当然，选择合适的方式来传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信息非常重要。让我们共同掌握数字通信技术，加强彼此间的联系。第13课，告别的重要性。你有没有想过在去世前安排好自己的葬礼？我有，这听起来是个很有趣的想法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许多人都试图让服务内容符合自己的个性。没错，它能让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你认为应该包含哪些重要元素？我认为加入一些个人元素，比如喜欢的歌曲和照片，会非常必要。这些细节能够真实反映一个人的生活和爱好。是的，这是庆祝他们独特人生旅程的一种方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想播放什么音乐？我想我会选择一些振奋人心的歌曲，也许是一首经典的摇滚歌曲。听起来太棒了！热闹的气氛有助于亲朋好友记住那份喜悦。没错，关注积极的一面很重要。听起来太棒了！热闹的气氛有助于亲朋好友记住那份喜悦。没错，关注积极的一面很重要。您希望有哪些特定的装饰？或许分享故事和回忆也可以成为追悼会的一部分。我喜欢这样，它让每个人都能联系在一起，一起回忆往事。葬礼不一定非得是沉重的仪式，也可以是庆祝生命的仪式。没错，这是为了纪念逝者及其遗志。愿我们都能尽情享受人生，并精心策划有意义的告别。是的，让我们珍惜每一刻，并激励他人也这样做。第14课，火车旅行的奇妙之处。我觉得这些火车能够如此快速高效地将人们运送到全国各地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当然，火车旅行是游览一个国家的最佳方式之一。没错，火车能在很短的时间内
行驶很远的距离。更何况，他们还提供了一种舒适的旅行方式。没错，我喜欢在旅途中四处走走。从窗户望出去的景色美得令人窒息。没错，就像在外面看一部电影上映一样。火车也被用来在各种地形上运送人员，对吧？是的，它们可以穿越城市、山脉，甚至跨越河流。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火车旅行的多样性令人惊叹。此外，它通常比开车更环保。确实如此，乘坐火车可以减少碳排放。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把火车旅行作为一种出行选择。我同意，这会是一次很棒的体验。你最喜欢乘坐火车旅行的哪一部分？我喜欢抵达新目的地时的那种兴奋感。那种冒险的感觉真是难以抗拒。希望以后能一起乘坐更多火车，探索更多精彩世界。是的，让我们充分利用旅行时间，享受每一刻。第15课，旅行预算。我已经查过我们这次旅行的房间价格，价格相当合理。真是个好消息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享受更多活动了。没错，价格合理，您无需担心这笔费用。真是松了一口气，住宿费用很快就会累积起来。没错，能找到物美价廉的东西，总是令人高兴的。你找到评价好的地方了吗？是的，我发现了一家评价极佳的迷人酒店。太好了，住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很重要。而且这里地理位置优越，是探索这座城市的理想之选。听起来很理想，靠近景点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在不浪费时间在路上的情况下，最大程度的享受旅程。酒店还提供哪些其他设施？他们提供免费早餐和无线网络，这很不错。这些都很重要。一顿丰盛的早餐能为我们的冒险之旅提供能量。是的，而且免费 WiFi 意味着我们可以保持联系。你们考虑过我们要住几个晚上吗？我打算住4晚，应该足够看完所有景点了。听起来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据此安排行程。太好了，我会尽快完成预定。我太兴奋了，这次旅行一定会非常棒。祝愿这是一次预算充足、充满回忆的冒险之旅。第16课，从过去汲取的教训。某些问题在社会上未能得到更清晰的认识，这本身就令人深思。我完全同意。如果我们早在10年前的50年代就认识到这些问题，就能避免很多斗争。没错，50年代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，但许多挑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。
没错，提高意识对于进步至关重要。没有意识，我们就会重蹈覆辙。没错，你觉得人们只是不知情，还是情况更复杂？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。文化规范往往会影响人们的认知。这确实是一个有道理的观点。人们往往习惯于接受现状，而不去质疑它。而这会导致误解和冲突的恶性循环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这些挑战早些得到重视，世界会有多么不同？想想都觉得很有意思。早期干预或许就能改变人生。没错，如果能更早地解决不平等和歧视等问题，将会产生重大影响。这提醒我们，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，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当然，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提高认识和理解，来尊重这些斗争。让我们铭记历史教训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。是的，我们携手可以共同创造一个重视清晰认知和同情心的世界。第17课，预算有限的探索之旅。我知道探索新地方可能会很贵。别担心，即使预算有限，也有办法探索新的地方。真的吗？我很想听听你的建议。首先，考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而不是出租车。真是个好主意。这样做通常更便宜，也更方便。没错，而且沿途你还能体验更多当地文化。住宿方面呢？酒店价格可能相当昂贵。可以考虑入住青年旅社或民宿，价格实惠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我听说青年旅社挺好玩的。没错，你可以结识其他旅行者，分享彼此的经历。吃饭方面呢？外出就餐很快就会花光预算。去当地市场和街头小吃逛逛，它们美味又实惠。我喜欢街头小吃，这是品尝地道美食的好方法。是的，而且很多城市都提供免费徒步旅行。真的吗？太棒了！我喜欢了解各地的历史。如果您喜欢这次旅行，请记得给导游小费。这很合理，感谢你的建议。经济型旅行本身就是一次冒险。让我们一起探索新地方，而无需花费太多。第18课，家的舒适。这个客厅真温馨，我喜欢这里的咖啡桌和沙发。我同意，这里营造了完美的放松氛围。忙碌一天后，我喜欢坐在这里放松身心。没错，这个空间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你在沙发上有最喜欢的位置吗？是的，我喜欢窝在角落里，舒舒服服的读一本好书。
听起来真不错。我喜欢坐在中间，那样可以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有多种选择真好，每个地方都各有特色。没错，有时候我喜欢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。咖啡增添了几分温馨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咖啡口味？我喜欢浓郁的深烘焙咖啡，它能给我提供所需的能量。我喜欢浅烘焙的咖啡，早上喝感觉很提神。真是个好选择。你尝试过不同的冲泡方法吗？我用过，我喜欢用法压壶冲泡咖啡，味道更浓郁。法压壶太棒了，它真的能提升咖啡的口感。或许我们应该找一天在这里举办一次咖啡品鉴会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邀请一些朋友。是的，这将是一起享受这个舒适空间的绝佳方式。祝您拥有许多轻松愉快的时光和愉快的交谈。